今天我早早的来到了学校，要参加这个家长会。太安静了，我也不敢说话。每位家长的桌子上都放了一份这个培训资料，让大家看。不一会儿功夫就来了这么多的家长朋友们。会议大概进行了有半个多小时，然后就散会了。今天的会议让我觉得做一个合格的家长有多么的重要。刚好赶上孩子们做课间操，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老师特别的尽职尽责，孩子们也特别的不容易，起早贪黑的。把孩子比喻成一棵树，我们家庭教育是树根和树干，学校的教育是树枝儿，然后孩子们是树叶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配合学校，把我们的孩子教育成才。从老师嘴里听说孩子的表现，其实我也特别的欣慰，同时我也非常感恩孩子。今天到学校参加完这个家长会，感触也特别深。首先呢，我也特别高兴，因为等到我们开完这个会以后，我才知道一个班里边就邀请了5个家长，其中也有我。其实还是儿子给争光了，所以才能有我有机会去参加学校组织的这次家长会。开完这个家长会呢，其实我也接我儿子了，刚好赶上他们就是做那个体操呢嘛，我也看见了，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记录一下。孩子在小学和初中的变化真的是特别大。小学的时候，其实孩子那个成绩也不好，也不优秀，但是现在人家上了初中以后，好像自己懂得学习了。最起码去了以后也能排个全班前几名吧，反正一直还可以。其实我对孩子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，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就是快快乐乐的，自己去努力学习这个事儿本来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嘛，他好好去学习，然后我全力的去配合老师、配合学校、配合孩子。我当然是特别希望把他打造成一个未来特别成功的人，但是现在我也不想那么多。现在孩子高兴快乐，然后自己好好去努力学习就行了，别的我也不强求，因为有些东西你是强求不来的，顺其自然吧，我尽力就好。好啦，不说啦，做饭去吧，我也饿了。这会儿晚上做点你们没有吃过的，等着看我给你们做什么。今天晚上本来呢我是个职业女性，最终给我打造成了一个家庭妇女。我挺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，什么都是工作，这个也是我的工作，我把这个做好了，我也是受他们尊重的。好了，做饭吧。偶然间我看见有婆婆拿来的这个晒的干豆角丝儿，今天晚上我用它做道美食吧。这个干菜做出来也是特别好吃的。先给它搁到锅里，用水焯一下。这个太干了，因为我家莫名其妙跑出来这么小只一个小塑料盆，我用它打水，我不用它做饭。有好几个粉丝可操心我用这个塑料盆做饭了，人家说了不会再说我第3次的，因为这个塑料盆做饭有毒呢，所以我以后不用了，我就用它洗洗菜，装水，倒到锅里，把这个豆角丝先给它煮软了再说。天天都离不了的土豆，来一个。有粉丝说呢，这个土豆不让我直接在案板上切开，就拿刀就那样一别，它就一块就下来了。我今天也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。有时候我是不敢，我怕万一把我的手给，哎呀，这样还挺好弄的。哎，挺好弄，挺好弄。哎，这个办法不错哎，下次我就这么弄了。焯这个豆角丝儿的时候，我们给它放点碱面，这样焯出来的这个豆角丝儿会翠绿翠绿的。下面我们把这个佐料准备一下，把准备好的葱姜蒜都切一下。做这种炖的菜呢，你说不放点肉也不好吃。这2天猪肉可没少掉价，我们这边好像都1斤大概有11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了。
少放点肉。把解冻的猪肉切片备用。这个豆角丝儿这会儿煮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给它捞到这个碗里，用凉水泡上。看是不是翠绿的？它放碱面，一个是为了颜色更翠绿，二一个是在炸这个干菜的时候比较容易软。把这个水倒出去，然后再用点凉水再泡一下。好了，把切好的猪肉放到锅里，然后再倒上适量的食用油。肉煸下油以后，再加入花椒、干姜粉，加入适量的盐。同时呢，把切好的葱姜蒜一起放到锅里煸香。然后放上一些干红不辣的这个辣椒片儿，爆香以后，然后我们放入切好的土豆块，然后用铲子翻拌均匀，倒点老抽调个色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始炖，然后再打上半块卤水豆腐。好香啊！太香了，太香了啊！然后我们再把焯完水的豆角丝儿转干水分，放到锅里一起炖。我最擅长的就是做炖菜了，做出来特别的好吃。我提前把这个豆角丝给它放进来了，让它多煮一会儿，然后入味儿。下面我们开始做我们的主角儿。我把了点这个高面。先把高面和起来，我保证我今天做的这个你们都没有吃过。用筷子搅完以后，再用手把这个高面多弄一会儿，蒸出来的糕才会特别的筋道。我们先把准备工作做好，把这个笼放上去，然后把这个笼布给它铺到上边。这会儿水已经开了，我们把和好的这个糕面给它倒上去，盖上锅盖给它蒸10分钟。把这个盆洗一下，等一会儿做糕用。应该差不多了，这个糕。熟了。蒸好的这个糕，我们把它放到盆里。然后用手给它捣饬几下。在做这个糕之前，必须得给手上沾上冷水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太烫手了，不太好做。像我们经常做这个黄糕的，可能还好点，不会觉得那么烫手。好了，糕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案板上边。看，这块糕做好了。小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好吃的零食，就是用它做的。我给你们做一下，你们看看啊，看看你们吃过没？先用刀把这个树黄糕切上一块，然后给它的上边抹点胡麻油，再抹点我们做好的这个大酱。黄糕里边抹点大酱，小时候的味道。真好吃！今天我们要做的美食就是用它做的啊。把这个糕呢擀成一个大糕饼，自家做的这个酱抹上来。这个是黑豆的酱吧，应该是，上边还有那个豆瓣儿，就这样抹在这个糕的上边。把这个酱抹匀了以后，然后这样卷起来。就像我们卷花卷一样，给它卷起来，然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这个糕剂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糕卷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捏个造型，哎，捏得像一朵小花一样，哎，就像这样。这个是最简单的造型儿。只需要用手一捏就可以了。
看我们这个酱卷子，太漂亮了，像一朵朵花似的。我们炖的这个干菜已经做好了，先给它出了锅。炖干菜熟了，山西人的好饭。然后给锅里倒上适量的油，我们开始炸酱卷子。这会儿油温已经上来了，我们把酱卷子一个一个的放到油锅里边炸，把表面炸起小泡泡，然后炸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炸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慢炸。这个酱卷子这会儿炸的能闻到那个酱味儿，特别的香。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这个酱卷子会更脆。有没有多少人吃过这个的？我估计够呛。好了，我们的酱卷子已经炸好了，准备出锅。哇塞，这个酱卷子太漂亮了，就好像点心一样，但是又好像小花一样，特别好看，吃起来也好吃。做了满满的一盘，可劲儿照吧。今天这个稀罕。今天的饭就做好了。烩干菜、糕卷子，你们有谁这么吃过这个糕卷子？这个我都是好多年，我最起码有几十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。你看我今年35，应该有20多年没有吃过，特别的脆。好吃。糕里边放上这个酱，又是一种味道，有时候要比放那个糖还要好吃，因为它这个是咸口的，我比较喜欢吃咸口的东西。配上我们这个烩干菜，这个饭呢，最早在农村那会儿，其实也特别的流行。但是那会儿我们吃的时候，就像我刚才那样吃，一块儿就是没有炸的糕，然后抹上一些酱，然后就一颗大葱，就那样吃。今天我给它炸了一下，还特别好吃呢，还脆脆的。今天这个饭真的特别有纪念意义。因为我一吃这个饭，我就能想到我奶奶。我奶奶那会儿在村里的时候，到人家，比如说人家办那个红白喜事儿的时候，都要叫我奶奶去帮厨的。我奶奶做饭做的特别好，特别的香。而且在这个饭呢，我妈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么吃过。吃这个也是我奶奶那会儿，不是经常做，偶尔也会做一顿。就像我今天吃这个，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想起了我奶奶那会儿给我们做的这个饭，然后我今天也这么学着做一下。你别说，看着这个还真的有点想我奶奶了。老人家已经去世了，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。有时候想一下，就是我奶奶那会儿，活着的时候的那个音容笑貌，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一看见这个，特别的想我奶奶。哎，这个饭，今天做着这个饭，真的是有点思念亲人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不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。记着啊，如果要做那个糕卷子的话，大家不要炸的时间太长了，因为它有那个酱。如果炸的时间太长了，它那个酱是会发苦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齁咸齁咸的那种。所以呢，大家把那个火候掌握好就行了。只要把这个酱卷子，哎，这个表皮炸的黄黄的、脆脆的，然后起了大泡或者小泡就可以了。这个我还是要特别叮嘱你们一下的。我再吃一个吧，晚上吃3个，因为又饿了今天。特脆这会儿。有些饭吃的就是感觉，像今天这个饭真的是，因为我白天想起了奶奶，所以我就想吃一下这个。为什么现在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吃家常菜？就是因为他光吃的就不是说这个饭菜，最主要吃的是那种，
思念和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。其实一般呢，像我做的饭，真的是家常菜，大家特别容易上手学会的东西，只要你愿意去做，一会儿就学会了。今年我还得叫婆婆再给我塞点这个豆角丝儿，可好吃了。家里边做出来的又干净又卫生，而且它最主要是它这个院子里自己种的，不打农药，这个是最放心的吃着。每年到了秋天，婆婆都自己塞一些那个干黄花菜、干豆角丝儿，还有那个干西葫芦条。等到冬天了拿回来以后，然后，咱们放点这个猪肉了啥的，一做可香可香了。有时候要比咱们买的那个现菜还要好吃，因为它这个晒干以后的这个味儿又变了一个味道，有那种风干的味道，所以特别的好吃。建议大家如果在有农家院的，可以自己把这些蔬菜都种上，然后自己晒一些干菜，等到冬天来吃。你像这些干菜的话，在市场上卖的还特别贵呢，好几十块钱一斤。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弄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